英特尔公司为什么开始折腾新疆问题？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结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两天，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个用多种语言给供应商写的公开信，里边有一句：确保供应链中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者服务。那么这句话这件事儿就引起了国内的媒体舆论沸腾。有的媒体说，英特尔一个企业居然也敢把中国当软柿子捏，来中国这儿挑衅。你看那个艺人王俊凯工作室发表声明称，即日起解除与英特尔品牌的一切合作关系。但是指责容易，抵制也好办，老百姓买电脑可以不用英特尔的，买 AMD 就行。但是呢，这够了吗？恐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对现象进行近一轮的分析。上次因为这个国外一些企业禁用新疆棉的事儿，已经出现过一轮国内老百姓的抵制。这次英特尔又开始了，为什么？英特尔傻吗？这么大一个跨国企业中国已经成了英特尔在美国以外投资最大、机构设置最全的一个区域市场，挣的也最多嘛。和很多大企业一样清楚，得罪中国没好处。那么对此，英特尔的解释是，他们只是为了确保遵守美国法律。这个说法是把皮球踢给美国政府了。言下之意，一个总部在美国的美国公司还能怎么办？法律定出来了，就没有别的选择。其实呢，这倒算是实际情况。中国公司在中国国内违反中国法律，那肯定也不行。那么我们再说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其实也很清楚中国市场对很多美国、欧洲企业来讲非常重要。贸易战一开打，要的是什么？不还是希望中国多买美国产品吗？不还是要抹掉美国的贸易逆差吗？那么美国为什么还用这种手段不断挑起冲突，自毁商机，图什么呢？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美国的两党为了争夺选票，竞争白热化，所以呢，在利用中美的民间情绪对立进行情绪化表达，谁的言行表达了反华态度，谁就能够赢得更多选票嘛，商业利益暂时就顾不上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不是很大。毕竟美国民主党不是德国绿党，民主党是善于玩谋略挖坑的，绿党才是坑自己最拿手的。另一种可能呢，是美国政府很清楚当前的困境，就是美国跟欧洲企业太依赖中国，市场太依赖中国，甚至老百姓的生活、生产供应链都太依赖中国。如果不把自己的工商业和中国市场关系切断，这些美国和欧洲的工商业人士就会给美国的一些个反华政策制造很大的阻力。这种事儿过去几十年一直反复出现，美国人当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出现。那么自己不去切割，而是让中国主动和这些工商业翻脸进行切割，那么美国政府既可以实现目标，也不会增加美国的国内阻力。所以他现在提出政策，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使用中国新疆产品，可能就是要把矛盾放到美国工商业和中国的老百姓之间。所以呢，可以让生产业供应链外移去印度、去印尼等等地方，这就可以摆脱生产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实际情况是呢，因为其他国家疫情管控水平过低，美国这个布局是布下去了，但是没法实施，反而是工商制造业跑到国外转一圈之后，一看不行，还得回到中国继续办厂。但是我们要想到，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会怎么样？美国一定还会接着玩这个布局，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加强这种冲突的塑造，希望美国的企业从中国把工厂迁走，迁到什么印度越南印尼但是美国企业呢，有些是不乐意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企业真的是一方面赚中国人的钱，一方面呢是砸中国的锅。但至于说英特尔真实心态是什么，我们以后慢慢看。耐克呢倒是个好例子，耐克当初也是说了不能使用新疆棉花，被中国老百姓是一通抗议。但是呢，耐克为了留住中国市场，背地里边是找了那些个国会参议员们，狠砸了银子，就是告诉参议员们要把制裁新疆的那个新疆法案给搅黄，如果没法搅黄，也必须修改条款。结果《华尔街日报》报道，2021年10月是美国的副国务卿温迪·舍尔曼给这个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打电话，然后这个新疆法案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金融委员会主席温迪又提出异议，而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两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参议员都来自俄勒冈州，而耐克就是这两个参议员所在州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耐克的思维很有意思。我作为美国企业确实只能遵守美国法律，但是
我可以砸银子花钱去说服参议员去改变美国法律。所以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对我们还挺有利的。中国的市场对美国企业是诱惑，中国民众的愤怒对这些企业来讲是鞭策。那么这种鞭策，这种愤怒可以通过美国企业传到美国国会，这些美国企业就必须考虑是花点小钱收买议员，还是在中国市场上损失大钱。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不用认为美国这些企业的行动是有一挑衅，但是我们对他们也不用太客气，毕竟胡萝卜和鞭子都准备好了，耐克还有 Intel 还有其他企业拉磨的时候才能没脾气。好，关于英特尔的声明代表了什么样的性质，而耐克的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明天再聊。